Hello，大家好，我是范范啊。之前给大家做了一期3000以下用 SP 轻机的玩法，对吧？一套阵容普遍上3000。那有些同学我用下来呢，感觉上分胜率很高，有些同学感觉胜率还是不高。那这期攻略呢，来给大家更加深入的来讲一下这个阵容啊，因为有同学分数上不去的话呢，我总结一下，可能是有这几方面原因啊。一方面是属性问题，比如说你2个化金。哪怕是散件也没关系啊，是不是速度可以超过238，这点很重要，或者说239比较稳很重要，然后小白的血量不要低于2万，对吧？你有个22000以上，或者甚至24000会比较好，对吧？这些点、这些因素都会决定你的胜负。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操作问题啊，你化金在第2轮行动的时候会不会转甲？会不会在第2轮把所有的持甲效果全部打掉？这个很关键，对吧？如果你操作不当的话，会少几下持甲的伤害，这是会左右胜负的一个点。还有呢，就是最后一手的辩证的问题啊。如果你最后一手真的死翻的话呢，如果你运气不好碰到的对一只克你，那会比较难办，对吧？如果你最后一手会稍微有一些辩证的话呢，会比较上分会效率高一点。好，那我们先讲一讲，先来看一下这个号的练度吧。这个号的话，我是上周日直播的时候用这个号上3000，胜率还是挺高，几乎是80%-90%的胜率是有的，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队的配置啊，它的一速是木魅轻机，那我推荐的是招财轻机啊，它是木魅，因为它的招财速度给化金才能让化金及格，那实在没有多的招财去给轻机了。那它的话就配一个木魅，对吧？如果大家的轻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给轻机去配一些其他的御魂，配个有用的御魂，也不一定是木魅。然后呢，2个化金啊，一个是招财化金，招财化金的话，也就是拼凑，刚刚也就将加130的速度，攻击加3800，应该是属于攻击最低一档的化金了，就是在速攻攻的化金里面。还有一只化金狂骨啊，不是因为要狂骨，是因为只有狂骨才能做一个加，就是速度超过239的化金啊，可能是号主要是主玩 PVE， 所以狂骨的资源还可以啊，这个招财木魅的资源就比较一般，或者说轮入到比较一般。如果这个化金是轮入到，可能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其他补位式神方面呢，这里有个星穹童子，它有个星穹童子速度只有174，命中135，速度命中其实都没有符合我之前说的攻略的要求，但是只是上3000的话，这个属性还是可以上的。控制方面呢，还需要一个小松丸，这个小松丸是5星120的命中啊。当然你们看上去可能觉得，这个式神我不能用，但是在有些局的时候，即使是这样属的这些小松丸依然是可以用的，因为小松丸真的挺强的。当然还有个孟婆啊，孟婆的话，如果你能比对面鬼吞快的话，它会很有用，但是这个孟婆它没有办法做到比鬼吞快，所以说就只能放弃了啊，只能弃用了。还有一些式神的话，其实配置都不是很高，像这个鬼王9吞，对吧？就134的速度啊，134速度也是这2件套都是散件的这种。还有就金鱼姬啊，金鱼姬招财的一个金鱼姬，193的爆伤也不是很高，对吧？招财的一个金鱼姬，然后还有日和坊啊，日和坊棒金速度。生命暴击，看这个号主其实很多都是套装加上2个散件的单个啊。其实如果你的御魂配置比较好的话，就这2件套也能变成成套的话呢，这个属性会好很多。但是这个就需要这个练度再稍微高一个档次了，对吧？好，那基本的主要式神就是这些，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对局。今天的对局呢，我都是从7月26号。中午的直播的录屏和晚上直播的录屏啊，2期录屏里面选的一些对局啊，想看完整版呢，可以 B 站搜靠脸换番录屏组啊，所有的斗鸡录屏、直播录屏都有啊。那看精选的话呢，我就给大家挑出来今天视频里大概半个小时多一点这些局就够了啊，因为很多3000以下的局其实质量比较低啊，我尽量挑一些质量比较高的局给大家。好那这里的话呢。对面跟我是镜像，对吧？因为上次攻略发出来以后呢，的确是3000以下用这套阵容的人比较多。那镜像的话就比较考验操作，所以说我就把这样的一局放在第1局来跟大家说一下，碰到这样的局去怎么操作。好，对面的话是挂我的小白啊，我们这边不要去挂小白啊，我们这边去挂对面一个化金啊，去挂一个对面一个化金。这种局的话，就是大家可能挂谁不知道，对吧？挂化金啊，不要去挂小白。然后我们这边2下。对吧？他这边有个木魅，
那我们这里画金点呢，还是尽量可以去点对面小白守护的单位，或者盯着对面那个小蛇，放了小蛇上了院的这个画金点都是 OK 的。因为反正掉下的话也会不触发墓魅，对吧？我们开局还是尽量去少触发一点对面的墓魅，然后我们打完对面打，好喷一下，好，这时候到对方的轻击，好，这里都没关系啊，这里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对面这个画金的位置啊。对面看一下进度条，看右边的进度条，看到对面画金的位置没有？就在我的第二个画金后面，对吧？就这个画金，选中它，那它的进度条上就会闪，你就知道是哪个画金了。然后对它打2下普攻，给它减速。你看它这个画金现在是不是到后面去了，对吧？哎，我们先看我们这边操作，狂骨的画金给自己叠，或者轮入到画金给自己持甲，招财的画金把持甲转给不知火，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操作啊。然后对面的话就是。不知火只能普攻，对吧？但是我们这边不知火的普攻是带斜战的，对吧？不是带持甲的。看这个瞬间就这个节奏不一样，然后神乐再去拉这个，就另外一个画金，再去把对面的不知火点掉。这样的话，左边上了院的画金回来，对吧？然后这边的话再把这个不知火处理掉，那对面就没得打 ，OK 吧？这个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点。院挂给画金，然后给画金减速，把对面的画金打到他的神乐后面，不知火后面，而我们的画金呢，在不知火的前面，在神乐的前面，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不知火给自己叠持甲，一个不知火给不是一个画金给自己叠持甲，另一个画金给不知火叠持甲，连续打出4下持甲，对吧？再加上那个画金的1下，其实一共是5下持甲，那这样的输出就非常可观了。对吧？对面的话其实就少很多伤害，这样镜像局就是比谁第2波画金冲的厉害。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画金第1波4下持甲打得很厉害，对吧？其实画金的伤害是集中在第2波爆发持甲打出来，而不是第1波。第1波的话大家都满血啊，第2波的话你不是满血，但是第2波5下持甲全部打掉，那就很猛啊。这边的话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上次也看到私信说觉得对面上花鸟卷有点克轻击，对吧？其实花鸟卷是不克轻击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局，跟刚刚唯一的区别就是对面不是双画金了，一个画金换成了花鸟卷，那照样还是可以打的。包括这个花鸟卷换成金鹰击，其实也是一样。好，开场还是一样，我们画金把4下持甲打掉，然后你看这个对面这个轻击就是我前面捡的局，他那个轻击甚至比自己画金还慢，当然对面更慢，对吧？好。把一个尸骨放出来，好，他是轮入到了，对吧？好，他现在小白血最少，然后花鸟卷可以奶2下，1下，对吧？2下，哎，看似小白血奶上来很多，对吧？这个时候我们的操作是用轻击去一个3技能降骨之瞳去打对面小白，这个3技能打上去的效果是。可以让这个小白不被奶，不能被奶，也不能被拉条，对吧？我们这个效果打上去，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那个黄色的那个标志，3回合，对吧？就是它接下来3下被奶，它都不能触发这个被奶的效果，它只会减血上限，但是3次以后它还是会奶的啊。花鸟卷一下那个飞鸟是算1下奶，好吧？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常规操作，对吧？画金一个给自己持甲，另外一个转甲给不知火。好，他这边又是花鸟，对吧？第1下，你看这个小孩不能被奶，对吧？第2下他可以奶，因为1下飞鸟算1下，我只能让他3下不被奶，后面3下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小白的血量就不行，对吧？我们这边神了再疾风第2个花金，打一下，对吧？再打一下，对面小白就拆掉了 ，OK 吧？其实这个就是一些操作方面的细节，你们在之前玩这个队伍胜率比较低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在第2次行动的时候把画金第2轮的5下持甲全部打掉，对吧？这个很关键。包括你们在轻击打对面的时候，有没有把对面的画金打到神乐后面，打到不知火后面，
让他没法给自己的不知火蝶吃甲或者神乐疾风2下吃甲，对吧？这个就是很关键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来看局啊，也是一个坐地对坐地，但是对面这个坐地阵容可能会对我的这个双化金的体系会造成影响，这就是一个比较会玩的一个打法，就是用小白来顶住轻击，然后用云外镜来用云外镜和小白来顶住轻击，然后用金鱼姬来顶住化金，对吧？当然可以这么翻。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宋丸，对吧？5星120命中的小宋丸啊，不要管这个小宋丸属性低或者星级低啊，打这种队的时候就是适合上的。我们去把小宋丸翻出来。好吧，大家就是像他这个号肯定是总体练度算低，对吧？勉强做出来一个达标的招财那个化金，然后其实他招财这样一做，他招财医速就没有了，然后第二化金对吧？本来是散剑的，然后给他调一调，发现狂骨能做，那就做一个狂骨的，对吧？第二个化金的这个配置是这个达到239速比你是套装重要啊，速攻攻的情况下，好，这样一个局，对吧？对面对我小蛇挂谁啊？刚刚的镜像跟大家说挂化金，对吧？因为化金其实对我这边影响最大。这个局的话，能对我造成杀伤力的几乎就只有这个轻击了，所以我们的小蛇挂给轻击。好，对面云外镜，对吧？云外镜这个镜右呢，如果我这边上星熊啊、孟婆啊，它这个镜右就会比较克制我但是如果是小松丸的话，那这是硬控，对吧？镜右是没什么用的。而且小松丸这个式神就比较离谱，小松丸原来不太好用的原因是它第一下它的命中率比较高，后面几下踩命中率就不高了现在的话后面几下踩命中率很高，对吧？你看这个金鱼居对面直接就踩了2个回合，那基本上就废了。这只是一个120命中的小松丸，对吧？这个就有点变态。而且小松丸5星也不要紧，那我们这边有小白的情况下，也比较肉。然后这边的话，化金吃甲就给自己了，对吧？因为只有一个化金嘛，你后面神乐反正要拉一下的，你转给别人的话，反倒还少一下，浪费一下吃甲，对吧？你自己叠一下，当回合1下下回合神乐再一拉2下，对吧？他的金鱼姬被压住了，那他这边就没法奶。特别是现在这个版本有的人为了追求金鱼姬的奶量，去把金鱼姬去做成一个低速的不带速度。那这种金鱼姬的话，机动性是很差的，所以说基本上被小松丸一踩就没法玩了，这种低速的金鱼姬是特别怕小松丸，对吧？还有一回合，即使他这个时候小松丸能站起来了，这个后面我小松丸又马上到了，对面金鱼姬能站起来，后面小松丸又马上到了。对面这个轻击，你看，像你看我这边全队的血线，也就轻击的血下去一点，因为对面这个队虽然说它的奶量也好，包括云外镜的镜右的保护也好，是能顶住我轻击加双化金，没错，但是我这边再带一个小松丸，对面就没法打，对吧？就这样一个小松丸其实就够用了。你实在控的不稳以我的经验，其实你小松丸怎么控都控不死对面的局，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的情况下，一个你们，我觉得大家看视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对面这个小松丸属性这么差，控的这么稳，为什么我属性比他好一点不行其实大家应该是这样觉得，对吧？这个属性的小松丸都控得很好了，那我这小松丸属性再提一提，岂不是更牛逼，对不对？就是自己的小松丸的属性这个招财给他还是可以弄一弄，因为3000以下的话，现在就是原来睡猪的那套，招财命中是没用的，对吧？那就果断给小松丸就可以了。相信，大家这个肯定能做出命中比120高的小松丸，对吧？好，这样这里的话就是后面化金还有吃甲伤害，把对面唯一的这个奶，对吧？金鱼姬掐死，小松丸其实比其他人不用管。你把金鱼姬踩住，好吧，然后你有其他的这个功夫呢，你就把云外镜也踩就 OK 了，对吧？这局就很简单去解决了。然后呢，再放一局，对吧？如果大家觉得我之前那一局，你看又是这样一个组合，对吧？金鱼姬加这个云外镜如果大家觉得之前小松丸比较欧呢，那我就再放一局，对吧？这个或者说，
觉得我是精简的话呢，可以去看我录播，对吧？这个小宋丸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这个局的话，如果你不想用小宋丸，你用啥呢？你用预言也是可以的，对吧？对面这种鬼吞啊、金鱼姬啊，对吧？其实都是蛮怕预言分被动，你也不用去一定要用小宋丸。但是打得主动一点的话呢，用小宋丸是比较好。好，我们这边小白还是开大，像对面这个队伍呢，没有上小白去保护还是上了个匣子。其实我是觉得，就大家在翻牌的时候就有的时候3切以下还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翻牌，对吧？我觉得原则上就是大家看到轻机如果你是坐地的话一定上个小白一定要上个小白。没有小白保护的话，扛轻机太难扛了。然后看到鬼吞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还是这么翻，也可以选择跟翻一个鬼吞，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就看到轻机，你一定是翻小白的，然后看到对面先翻化金呢，你也可以跟着翻化金或者翻个金云姬都是不亏的，好吧？但是因为3切以下，其实五花八门的翻牌比较多，所以说很难给大家总结一个定式对面怎么翻我们怎么翻，因为对面很可能不这么翻，对吧？那只能给大家总结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了这些点呢，我在文字攻略里也会给大家详细提到。因为这个对面有鬼吞推加上我们这边其实这个小宋丸比较慢，所以说现在还没到小宋丸的回合。但是对面这个队伍全是解控保护奶对吧？全是这种式神没有控制式神，对吧？所以说我们这边像个小宋丸，他就随便他去动。我们这边小宋丸是即使属性差，我们的小宋丸也是对面没有办法解决的点，对吧？这就是最后一手翻的意义翻一个对面克制不了的点我们再去踩踩中了2个，对吧？踩中了金鱼姬和左边的匣子其实那个小宋丸可以踩4下，但是打这种队伍的时候踩住金鱼姬就够了。踩中金鱼姬就够了，踩中金鱼姬这个鱼尾之处就停了，它不会滋啦，对吧？这个就很舒服。然后过了回合以后，它就没有这个回复效果然后我们还是盯着这个对面的轻机打，对吧？这个时候化金是给自己吃下就可以了因为只有一个化金然后对面有营外镜的话呢这个毒会给对面这个回一点血，但是没有问题这个我们结合着化金吃家打，包括不知火的2下普攻打，对吧？先破防再用不知火的普攻打，这个轻机很快就拆掉，对吧？其实很简单，对面这个队伍如果我不上小宋上2个化金的话，很可能他就能熬过去，因为他又有匣子又有金鱼姬，奶量和盾都是够的，对吧？他可以慢慢的把我磨掉，包括用云外镜顶住我都是 OK 的。但是呢，我这边上一个小宋丸他就没有办法处理了这就是最后一手翻牌，大家稍微灵活一点点，对吧？我觉得一个这种前4手相对比较固定，只是最后一手变应该还是比较方便掌握的然后这边的话呢，其实就剩8星了这个号的话，我应该是从2500多打到3000分，对吧？应该是中午打了1个半小时，晚上又打了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练度来说，胜率是还 OK 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对局像对面这种猛男队，对吧？猛男队怎么玩的最后一手翻一个星熊就 OK 了。当然猛男队还是有各式各样的猛男队有的是上鬼童玩的，有的是上大月玩的，但是我们这边其实总体来说呢，就是这套东西碰到像这种鬼切什么鬼童玩不带云外镜的这种或者说对面不带大月玩的这种翻一个星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对面比较就是稍微变点阵，比如说变成鬼童丸打法是一样，比如说化金变鬼童丸，对吧？也有的打法都是一样的，或者说鬼切变一个大蛇，对吧？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小白加一个星熊，这个星熊的速度是只有170多命中的话只有135，肯定是越高越好。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属性的星熊，对吧？速度170多，命中只有135，即使是这样一个星熊，在3000以下也够用。鬼切来普攻，但是普攻的话，我这边星熊是可以格挡加反妹的，这样的话，他神乐疾风这下就会打得不是很舒服，对吧？这鬼切的话就只能普攻一下，还不一定能普攻自己想打的人，对吧？继续妹着，他的话打我这边小白守护的单位，但是轻机的
轻骑把小蛇放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们这边因为鬼切被昧着，不用管鬼切了啊，我们就先把这个九次梁去做掉。九次梁天生就已经被鬼推烧过血了，对吧？上院的效果就是让对面血越少啊，吃的伤害越多啊。那我们这边直接来2下啊，已经打一个残血。这个化金其实攻击只有3800啊，如果他的化金攻击再高一点的话，这个九次梁就解决掉。然后九次梁现在被上了个院的情况下，他现在输出是非常非常低的。刚刚他看到他的那个斜战没有，对吧？输出非常非常低的。我们这时候给他上一个这个，对吧？九次梁这个时候毒伤，对吧？干掉，然后小蛇回来，轻击回来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开这个强化2技能啊，爱怨左身可以开起来啊，那对面就直接退了，对吧？就是带一个星熊的话，就打这种猛男队啊，大致上是稳的。然后我再给大家放一下，如果大家实在掏不出星熊怎么办？给大家一个方法，也是 OK 的啊，那就不要这么翻了，好吧？不要这么翻了。如果掏不出来的话，我们就翻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不要真女啊，不要真女，还是用个日女的就好。他的话，因为我想用日女，但是他只配了一个真女。这个预言的话，就是日女一个速攻身就可以了啊。小白预言再加个日和坊，就 OK 了，对吧？对面这种阵容没有问题，来吧。就是如果你实在是不太会对这种猛男队的话，你就把这套东西掏出去，对吧？然后对面一顿打完之后，你预言就9层了，9层一开，对吧？完少了，对面的。鬼切也好，鬼通也好，在那个结界内打伤害不会打太高。然后我们这边有轻击啊，对面破核能力是很强的，对吧？像这样一个队伍，其实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对吧？对面看了一看，想了一想，然后点了左上角，对吧？这局是没有打下去，其实我还是蛮想跟他打下去的，但是因为攒素材期间啊，对面就直接退了啊。但是打下来的话，我觉得我这队肯定是能赢的，对吧？所以说这个阵容的强度啊，虽然说没有打下去，但是这个阵容还是比较难对付的。当然，对面也可以选择翻一个小松王啊，翻个冰勇啊来反制啊，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如果对面是这种猛男队啊，然后又带个小控制的话呢，那我们这边可能还是去带那种就是化金队啊比较好一点。这个其实就是另说了，对吧？这个再讲下去就比较复杂了一些。对阵的一些变化，但是总的来说，3000以下的这种队伍啊，我们用小白加星熊去扛啊，胜率还是不错的。好，像对面这个队就蛇乐队啊，打蛇乐队我们就小白研磨一起丢上去，对吧？3000以上的蛇乐队，想玩的话，要么就是扮小白的，要么是扮研磨的啊。他如果这俩都不扮，哎，那我们就果断全部放上去呗，对吧？全部放上去就 OK 了。研磨开场压下大蛇。这边还是有很多同学喜欢压大鱼丸，对吧？其实你压大鱼丸我也没有太大意见啊。如果你胜率还可以的话，你就去压大鱼丸。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会比较讨厌对面大蛇。如果你开场不按的话，你第2回合上来可以有机会去拉一下去拉一下化金啊、轻击啊，有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啊。碰到这种比较会玩的蛇乐队会把机会找出来，所以我是习惯开局就把大蛇摁死的。然后这回合我再摁一下那个大圆丸。对吧？再到对面轻击还带个不知火还带个棒金，对吧？挺讲究的啊。然后这边化金是可以打一个持甲伤害，就3000以下，我感觉还是他们很喜欢把轻击这个院上给小白。其实我还是不太喜欢上给小白的，没有意义，对吧？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熟悉的操作了，对吧？到我的化金给自己叠持甲，然后不知火2下输出打掉。我们先把这个大叶丸去干掉，因为大叶丸比较好吃，对吧？既然吸属性，我们就吸个属性好的。这边又是2下，然后看一下进度条，我们就打这个化金。OK， 这个把大叶丸的属性收回来，这个轻击现在的暴击就会比较高，对吧？用起来也比较爽。好，对面小蛇喷一口，然后轻击有个自拉，他这个回合应该是可以把我的小白打掉的。还是没有，对吧？那我们回头就把对面的化金打掉了。
你看吸了大一丸的属性，暴击也高，舒服，对吧？研磨再去压一下大蛇，哎，没有压中，对吧？甚至漏控啊，没有关系啊。这边其实不要去，其实就给个吃甲就 OK 了。打对面的话啊，对面直接退了，对吧？这个省得后面再纠结了。然后再给大家补一个黑镜队啊，其实黑镜队的素材我都不想补了，因为清期打黑镜，我觉得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但是为了这期视频的一个完整性，我还是给大家补了一下，因为黑镜队说实话，在3000以下最近打了好几个号，对吧？这个几个号打下来都会有碰到上黑镜的，那黑镜队的话就是前面还是一样，对吧？后面去上一个研磨，对吧？你看这个小白甚至比研磨还慢啊，但是问题不大。OK， 对吧？这个前面都无所谓啊，关键是这一点，对吧？轻击，哎，给对面的这个黑镜挂一个愿就好了。如果你的轻击比对面鬼吞还慢，对吧？轻击一般来说的话会比鬼吞快，因为基础速度高。但是像他这样的一个轻击，可能属性速度比较慢，那肯定会被鬼吞超。这样的情况下，你们研磨开场就去按对面大蛇，就让他这个云外镜开场只能打出一波，然后就被上一个月。云外镜这种事情被上一个月就废了啊，因为月的机制是你的血量越少，你的输出越少，对吧？你像这种血都快没了的人，你看这个真的就是云暗刮痧啊，1000多的伤害，对吧？1000多的伤害，这个真的是，哎，这个太惨了，黑镜队现在，我觉得那个轻击出来以后，真的对黑镜队伍的削弱简直就是惨无人道，真的就完全没法用了。其他套路好歹还挺好用的吧？黑镜真的是没法用。那剩下的这些单位也整不出什么花样了。像如果他黑镜再给他养到血量只有一点点的话，他打出1位数的伤害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就有点过分了。但是对面还是比较坚持，对吧？好，再回压一手研磨，包括这边突发辉夜姬啊，增加一个攻击都是 OK 的。再到轻击啊，轻击这个时候打一下大蛇，然后小蛇盯着对面这个黑镜啊，肯定是打不了伤害，但是对面黑镜也打我也打不了伤害。这边再啰嗦一句啊。你的愿锁定的单位，小蛇锁定的单位，如果被对面大蛇套了不竭之力以后，啊，这个小蛇是，比如说这个云外镜变成小蛇以后，对吧？你的蛇把它的小蛇喷死，它才会回来 ，OK 吧？还是会回来的，但是你要把它变成的小蛇再打掉。啊，这局的话就碰到一个鬼痛丸啊，就是其实问。轻击怎么打鬼通丸的同学也挺多的，但是我在攒这期素材的时候，实在是没有碰到太会翻的鬼通丸队。这局的话就碰到这样一个鬼通丸，那这样的鬼通丸，我觉得是这种毫无机动性，其实不太好。但是我真的没有碰到其他鬼通丸。如果碰到那种比较会玩的鬼通丸的话呢，我的建议是，其实大家也是可以翻小松丸的。翻小松丸的这个要点就是把对面的神乐给踩了。把对面神乐给踩了，让他鬼通丸打完一次以后，后面一下跟不上，然后出不了这个，就是进不了隐匿啊，进不了隐匿，或者说直接翻个预言，对吧？把他的真女效果封一下，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去扛过去啊，去把那个他的这个烈红狂杀的效果扛过去，都是 OK 的。那这局的话，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对面的话想得很好，对吧？一个化金给鬼通丸套持甲，完了之后大蛇加神乐打3波，那其实是想多了，因为对面这个队伍的这个机动性太差，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我觉得就是有素材有一局就放一局吧。其实大家说的很多阵容，就是我在其实打的时候真的碰到的很少，比如说还有说很多问吞月说被吞月虐了，一直在被吞月虐，一直在被鬼通丸虐。
其实我打了好几次就碰到这种阵容都就碰到比较少，对吧？你看我第2轮对吧？第2轮化金都上来，然后把对面这个不知火往后打，对吧？然后后面全是我的回合，还是熟悉的节奏，一个持家给自己，这里注意给2个化金留好4火啊，因为这个招财不一定会触发的。哎，一个转给不知火，对吧？熟悉的操作，然后再打他。小白无了，对吧？再打一下，哎，化金无了，对吧？就把对面拆的几乎没有了，然后再到对面的不知火，随便打，对吧？我们这边几乎全员满血。OK， 出2下，再到我的神了，对吧？再拉一下化金，点对面的大蛇，啊，就鬼痛丸也无了，对吧？大蛇也无了，就2波冲干净，对吧？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阵容的强度点，你顶住我化金第1波输出，然后我化金第1波是4下持甲伤害，第2波5下持甲伤害，哎，这2波能顶住的队伍其实不是很多的，对吧？如果是坐敌内战的话，这个是这个阵容的强度啊。如果大家第2轮不会转角的话，会比较麻烦。然后还有一个阵容之前没有碰到啊，就是说，我也有心去录一下这个素材，但是对面这个阵容一直没有碰到，就是一个1速的鬼吞加一个1速的大右丸这样一个套路。这个套路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在3000以下经常见到，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打的打法。那我们这边怎么打呢？我们这个阵容还是第1手不知火，第2手轻击固定啊。第3手的话呢，我们看到对面是鬼吞，我们可以考虑跟一个鬼吞，这个鬼吞我们能多少块就多少块啊，不需要速度多快。然后4手的话，发现对面翻化金，我们就翻个金云击，或者看到对面先翻的是化金，我们就可以先跟个金云击啊。看到鬼吞，我们再跟个鬼吞都是 OK 的。然后如果对面一个鬼吞加双化金的架势摆出来呢，我们就果断翻一个日和坊。那对面这个大右丸直接斜战了，对吧？斜战了3次，那我的轻击还是剩一些血。其实大家觉得有时候轻击这个残血为什么就差一点点不死，觉得是运气好啊？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鬼吞啊，鬼吞的效果是全队血越少减伤越高，所以你有的时候觉得你这个带鬼吞的队伍，你这个全队就是锁血差一点点不死，那其实看着快要不行了，其实还是比较稳的，看似不行，其实稳如老狗。这个时候我们就盯着对面一个化金搞就好了，哎，盯着对面一个化金锤，然后有金银击的话呢，这个全队奶会上的比较快。好，对面一个化金转加给鬼吞，然后再2下普攻。然后看到这边呢，看到这局，我肯定觉得大家肯定会有很多疑虑，对不对？哎，肯定看到我这边挂日和坊，肯定觉得说，哎，挂金鱼击更好，然后挂轻击更好，对吧？肯定都有。那其实我这个在找切磋的时候，各种情况都已经演示过一遍了。那其实是怎么样，这套阵容的强度都是在的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然后这里的话，因为左边那个化金被上了月啊，会很容易击杀，所以我这边不知火的伤害就不浪费给这个化金了。这边的话再拉一下轻击，然后后面反正不用火嘛，对吧？3拳上去给这个鬼吞，哎，再到自己鬼吞啊，2下下去打下去，对吧？把这个化金解决掉，然后回来啊，这边这个大右丸还带2下持甲啊，当然可以打掉，但是我这边的它是高速大右丸嘛，对吧？高速大右丸，那我这边日和坊肯定是活得回来的。大家如果觉得说压金运击不行的话呢，我也不可能把所有切磋的局都放上来，对吧？这样的话视频就太长了啊。那我今天这期视频呢，可能有的素材大家会觉得不是很满意啊，觉得对面太弱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以我上周攒素材、积累素材的角度呢，也就积累到这样的素材了，好吧？如果后面有机会打3000以下呢，再给大家去打一下，特别是锦纳罗后天就要上线了，所以说还是蛮期待它能不能对斗技格局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如果有的话呢，也会给大家再更新一波攻略，好吧？那今天的攻略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